马姑娘，无常前辈，他们真把你救出来了。你为什么没吃解药呢？前辈说过，这颗药世上只有一颗，而我娘也被毒素缠绕着，所以你娘她在毒仙谷，她一直不出来，有毒仙谷的毒物中和，她比你的症状要轻多了。你虽然现在暂时有所缓解，但是你撑不了多久的。前辈，我意已决，你不用再劝我了。这个你拿着。这是那些病人吃的药。如果有一天你实在是受不了了，你就服下它，也许没那么痛苦。谢谢前辈。前辈，还请你不要告诉他们。何副会长，他们好像没气了。何副会长，不如咱们用火烧了这毒瘴。好主意，小鸡腿儿。谢副会长，来人，准备火把。都听好了啊！一会儿给我抓活的，我要活的。是。走了，走远了。武林侠会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啊！哎，解脱了。何常在，这个人怀的很呐。从此以后，世上再无文来客，何望远侠。哼，来，娘，英娜，
娘怎么回事啊？小姐，谷主的反噬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，也许是最近忧心操劳，太过疲惫，把身体搞垮了。英丹，烦不轻身，我无话可说，只是英丹苦了你了。英丹姐姐，刚刚那个是不是无常前辈给你的解药啊？你没吃吗？英丹，你把解药给了南姨，那你怎么办呀？你怎么办呀？那兰姨是不是就没事了？以后都没事了。小姐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谷主以后再也不会被反噬了？不仅不会反噬，以后你们都能碰他了。可是小姐，谷主醒后会怪你的。怪就怪吧，只要他能好好活着就行。英丹，走，孔明峰，你干嘛呀？我们去找无常家，让他再给你配置一副解药。没用了，配不出来。没试过，你怎么就知道没用了？因为那药根本就不是吴长霞配的。啊，不是吴长霞配的，那是谁配的？是流光。流光，就算不是无常霞配的，但他研究这么多年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没有了，唯一的一个药引也没有了。什么药引？我上刀山下火海也会为你寻来。英丹，你告诉我，药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是他的血。流光的血。流光怎么了？娘，兰爷，流光怎么了？娘，流光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会认识流光的？南姨，英丹，他真的是。是，丹儿的生父，就是神教教主流光。当年，我离家去江湖上游历，没过多久就碰见了流光。我们一起闯荡江湖，行侠仗义，度过了一段很好的时光。可是，他渐渐的不甘心做一个单打独斗的侠客，他有了更大的野心。他加入了大燕神教。再后来，他为了突破武功的瓶颈，想把毒和武功结合在一起。我为了帮他，一生试了很多种毒，活生生的把自己给炼成了一个毒体。可是这样，他还是不甘心，他还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投入到了神教当中。他竟然为了魔教抛弃了你们母女。他没有抛弃我们，是我忍受不了他的疯狂，才选择离家出走的。当年流光被整个武林围剿的时候，并不知道我已经有了身孕。
他都没有来得及见到丹儿一面，就死在了武林下会的刀下。我也是为了躲避他们的追杀，才一直带着丹儿在这渡仙谷当中生活。这么听起来，刘光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。当然，他当然是一个好人。刘光给你留了解药，你也解了毒，你当然觉得他是个好人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刚才，邓玉峰，应丹把刘光留下的唯一一颗解药给你吃了。邓玉峰，解药？什么解药？什么解药？当年黑风岭被围剿前，刘光给您配制出一个解药，但仅此一颗。阿姨，他也是不忍心看您在受反噬之苦，才把唯一的解药给您的呀。你个臭丫头，你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样子，你不知道吗？难道你也不想活了吗？这颗药本来就是他留给你的，可你是他的女儿啊。他从来就不知道有我这个女儿，那我也当没有这个爹。应丹，那你也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。阿姨，你不该这样对他的。师父，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消失！别再跟着我了！你小心我继续拿你试毒！试毒？太好了，咱们今天试什么毒？出去！不是，英丹，英丹，英丹。小姐，小姐，我说了，我今天谁也不见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外面有大批武林侠会的人攻进来了。什么？如今一堆武林人士在外面叫嚣聒噪，你们到底是惹上了什么样的江湖纷争啊？啊？我们这也不知道。我分析啊，我觉得是武光明会长怀疑我们加入了邓国公一派，就派人来抓我们。其实也不冤，谁让这个邓云峰老是来找我师父？不对，我觉得何常在的目标不是我们，否则他在半路就会下手，也不会一直跟我们来到毒仙谷。所以，我觉得他的目标应该是英丹姐姐。啊？难道他们知道了英丹的身份？外面那个毒障应该很安全，咱们得赶紧想个对策。奇怪哈，咱们路上明明把他们都甩掉了。是啊，他们怎么又找到这里了？不是你们看我干嘛？段玉芳，是你吧？你有证据吗？没证据，你诬陷我！你喊什么呀你？你是觉得我会害英丹是吧？啊？再说我抓你们干什么？就你那脑子，难怪你们剑盟干不下去。再说你试试你！韩哥哥，行了，韩哥哥，他有病，你也有病。我觉得不是云峰。其实，我觉得，倒也不是他。谷主，不好了，那些人竟然放火把帐林给烧了，而且已经跑进来了。苟凌风，速速出来投降！苟凌风，速速出来投降！什么？马英丹，速速出来投降！马英丹，速速出来投降！
猪狗不如，你们也听到了。如果还不出来投降的话，我们就再点一把火，把你们全都烧死。有再厉害的武功，也无济于事。我们早就看猪狗不如不爽了。娘，弄他！弄他！弄他！葛凌风，交给我吧。还装起来了？谁不会出去啊？真热闹啊！我是朝廷镇御司总捕头，兼武林协会督察邓云峰。事实真相尚不明晰，还需调查，请各位休战撤退。我们就不退，他还真以为督察权势滔天呢。就是，醒醒吧！我们凭什么听你的？我的直属上司是神侯侠，我只听神侯侠的。没错，我只听飞腿侠的。给我闭嘴！我义父可是当今朝廷大内总管邓公公。我义你妹呀！上！娘！小姐，丹姐，云南，丹姐姐，云南，舒哥，走。快进！快，大家快进来！快把丹儿放床上。好。来。兰爷，这不是你们独仙谷的禁地吗？怎么是间卧房啊？这是丹儿他爹留给我的。这山谷说是禁地，其实就是我伤心难过的时候回忆往事的地方。这画像上的人是流光？是。丹儿小时候误闯进来过一次，还被我罚跪了一整天，他应该早就知道了。林峰，你别怪他，丹儿也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身世。南爷，你都知道了。你们在外面的事情，丹儿一回来就告诉我了。他不愿意与你再纠缠，是怕你放心不下，耽误了你的前程。丹儿其实很舍不得你。南爷，我心里也很在意他。伤势怎么样了？他的伤口已经帮他包扎好了，也给他吃下了疗伤的药，但是丹儿流了太多的血，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醒得过来。英丹姐福大命大，之前被我师父坑了那么多回都没事儿，这次一定也会没事的。我的傻女儿，你还那么年轻，娘都一把年纪了，这解药只有一颗，你干嘛留给娘呢？丹儿，英丹，英丹姐，英丹，英丹姐，英丹，英丹姐姐，一定是失血太多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他的伤势太重，可能是触发了毒体反噬。哎，师傅，南姨，他失血太多，让他喝我的血会不会好啊？傻孩子，你这样做没有用的，对他起不了任何的作用。你们看，小姐好像好多了。英丹，英丹，英丹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师傅可以免疫英丹姐的毒素，那师傅的血也正好是缓解反噬的最佳良药。哎，邓一峰，你干嘛？多放点血给英丹喝。你不许伤他。英丹，你醒了？不许伤他。
尤丹，你醒了。那个傻子，好多了。只要你能好起来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你没解药也没有关系，我会陪着你的，我会一直都在，只要你能好好的。别乱说了。你放心，没事的，咱们都会好好的，都会好好的，好吗？现在由不得你不下山喽。现在这个武林侠会，到底还有什么魔力，让你念念不忘？我反正已经对当大侠没什么兴趣了。现在侠会已经从里到外烂透了，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你也看见了。那帮游侠欺压百姓，贪污贿赂，早已没了侠客的风骨。而我呢，我邓云峰看似威风，但在偌大的惠州城里，我能够指挥得动的也就那几个捕快。我能为百姓做什么呢？苟凌风，我相信你是那个能够和我一起改变侠会，甚至改变整个江湖的人。我想和你一起创造一个崭新的江湖。崭新的江湖，这个江湖只要遵守真正的侠义和道义就够了，没必要卷入朝廷的纷争。这话不能这样说，朝廷有绝对的权威，只有侠会与朝廷紧密配合，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力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混乱，是带头的人出了问题，这也是我为什么来惠州。苟凌风，我想跟你联手，由我负责朝廷与侠会的对接，你负责在大侠会夺得大侠令。我想改天换地。改天换地，邓云峰，你想干什么我不管你，别扯上我。苟凌风，你告诉我你对什么感兴趣？像你这种脑子里只有权力和阴谋的人，是不会懂的。我从小流浪街头，乞讨为生，我甚至跟野狗抢食，直到我遇见了他。她那时候还是一个又瘦又小的小姑娘，她却不顾一切的挡在我的面前保护我。我必须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保护我喜欢的人。你从小就觊觎我家应丹啊，苟凌风，你留在这里逃避一切，你拿什么保护他？应丹决定的事，没有人能改变。应丹喜欢的人，我希望他可以配得上他的喜欢。邓云峰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喜欢应丹，所以我希望他活得比我幸福。如果有一天我没有办法去陪在他的身边保护他，我希望你可以给他这样的幸福。
这还用你说？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你蛮帅气的，格林芳。我需要你帮我夺得大夏令，帮我夺权。邓云鹏，你还真是，刚让人有一点喜欢，又让人恨得牙痒痒。事情都让我做了，你做什么？你别忘了，霞会上面还有我们朝廷的镇御司呢。哎，你答应了吗？什么情况？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！赶紧，不要冲动！你们是想要造反吗？不要冲动啊！我要抓马英丹！滚！你流血太多，不能再运功了。你们到底想干嘛？这里是我家。我叫余孽，活在世上就是种罪孽。没错，我叫余孽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伤害人的事情，你们却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说我是余孽，还要烧掉我唯一的家，你们才是罪孽深重！别听他啰嗦，把他们通通拿下，回去领赏。住手！你们这些无知狂徒，只知道做任务拿赏金，心中可还有半分侠义所在。马英丹，霞会虎击游侠，在惠州城一诊治病，在霞会就此负伤。你们有谁敢说不曾得到过他的救治？如今你们不仅不知感恩，还凶神恶煞地跑来烧毁他家，把他拿回去邀功请赏，你们也配称之为侠？他的好，你们都不懂，我懂。你还真不要脸啊！训斥我们不说，还在我们面前秀恩爱。我都还没娶媳妇呢，太过分了！弄死他！弄死他！弄死他！抓马英丹！英丹，我来！要活的！走，上啊！上去，上去，要活的！光哥，娘，危险，快躲起来！娘，南姨。是流光。光哥。
当年我知道兰儿身亡的消息，我恨不得立刻陪她去。是老教主劝住了我，他跟我说，神教还有很多的兄弟需要我去保护，我也不能太自私了。光哥，幸好你没有冲动，要不我们夫妻二人就真的天人永隔了。是啊，幸好。哼，魔教余孽。魔教余孽，我们神教只不过不愿意屈从武林侠会的统辖，才被冠上了魔教的名头，被屠戮殆尽。所以当年魔教被屠杀，不是魔教，是神教。所以当年你们真的是因为不服从武林侠会的管辖才被屠杀的。原来我师父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就知道，这世上不是非黑即白的。武林侠会那些人也都是一帮乌合之众。后来呢？为什么你一直没有出现？后来，我为了报答老农的救命之恩，我就在那个山村生活了下来，为他养老送终。但是，我根本忘不了所有发生的一切，我放不下，我也睡不着觉。后来我得知了丹儿的消息，我也知道兰儿你没有死掉，还替我生了一个女儿，我才到处打听，我追着那帮游侠，才赶到了这里。光哥，我错了。我以为你为了神教一点都不在乎我了，所以才用假死骗了你，害得我们夫妻分开了那么长时间。我错了。你没错，我们现在也团聚了，也不晚呢。只是这几年苦了你了。还有丹儿。丹儿，丹儿，这是你爹，你叫爹啊？丹儿，丹儿，是爹不对，不应该离开你。还有你娘，也没能看着你长大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希望你能喊一声爹。凭什么？光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不应该让你一个人走得那么绝望的。你都不知道，我们还有一个那么可爱的女儿，她离家已经很多年了。离开了独仙谷的保护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外面还能够撑多久。我真的好心疼我的丹儿，我担心我的丹儿。光哥，
你要是在天有灵能够听得见的话，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女儿平安回来。谷主，谷主，我不是说过不能够到山上来吗？谷主，小姐她回来了。这个臭丫头还知道回来，看我不好好教训她！新丰美酒斗十千，咸阳游侠多少年。相逢意气为君饮，骑马高楼垂柳边。新丰美酒斗十千，咸阳游侠多少年。相逢意气为君饮，骑马高楼垂柳边。朝霞在天边，故乡起心间。少年一路并肩，挥手的两边，问我何年何月何处见？只教把酒对月无言，只教把酒对月。